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老师；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来，接下来看看今天的导师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我和他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可每次和他提一点小要求，他都不能满足我。每一次吵架他都要离开，我只想努力，以后给他一个好的生活。我跟着他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可现在我只想让他离我近一点，但是他都不愿意。我只是暂时不能搬到他的身边，可他现在却要绕着回老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张24岁，来自重庆无业，有请小张，有请。小杨22岁，来自贵州美容师，有请小杨，有请。欢迎两位哈！听说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啊？对，你们俩认识多久啊？认识3年了吧3年多了。 3年，对3年多就大半个中国跑遍了。去过哪些省啊？去过上海、福建，还有浙江、北京、重庆。对于年轻人来说，3年去这些城市都工作和生活过，也确实算是奔波劳苦了哈。你现在是觉得说，3年为他付出这么多，你现在一点点小小的要求提出来，他都不愿意满足，是吧？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是在上海认识的，然后2个也是同事。有一次就是因为看他整天抱着个手机在玩，然后他出去了，手机没带，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去看了一下他手机，看了之后我看他那个是他前女友，刚开始我不相信，后面我听到同事都说他前女友之前也是在那上班的。我那不是只跟他一个工作上的关系嘛，因为他跟我也是同事，所以说我可能在工作上会有一些交接，包括当时我的聊天啊，还有电话记录啊，他都看过了啊。但是之前是我自己莫名其妙的去看，如果我在想说我没有去看的话，他会不会跟我说，会不会主动跟我说？这个不重要嘛。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后面我就说我想让他删了，他说没有必要，因为也是同事嘛，然后他说没有必要。后面我还不是删了呀？那是我逼着你删的。删了不就删了吗？怎么那么委屈呢？删了之后，你不知道他有时候会他就觉得吧，会在我面前说他前女友比我怎么好怎么好，反正就如果是说你跟我在一起了，你不能在我面前提你前女友。是。如果是说我提我前男友，那你又是什么感觉？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吧，在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就觉得有我跟我前女友的回忆嘛。他又跟我说让我走，但是我当时我工作已经很稳定了。如果说我再离开换一个城市的情况下，工作可能又要从头再来。他的意思是，但是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工作的时候就跟我闹，后面我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我老板骂了一顿，后面我不得不答应，我就只有跟他一路去福建那边。就是因为前女友在一起工作，所以你们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从上海离开去了福建，是吧？对。这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去到福建之后，他在上班，然后就抱怨怎么的，然后我在想说，我也上了班呀，我过年过节我不回家，我就偷偷摸摸跑在房间去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但是那时候他也没有想过，怎么你想家了，我给你订张票啊，你回家看看再回来也可以。但是那时候我考虑一下，刚来福建这边，然后没有多少钱嘛，这种要求我也没有跟他提，我就只是想2个人马上1周年纪念日了，我就只是想问他要一个礼物，而且提前也跟他说了的，但是到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但是我还精心为他准备了。那我当时我不是准备了的吗？
李四准备了，他准备了一个蛋糕，我觉得挺好的，因为1周年纪念日嘛，觉得这也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我就没有多想，然后我就高高兴兴把蛋糕打开了，但是上面写了的是什么？生日快乐！但是那天我不是我生日。当时我下班的时候，我去蛋糕店专门去买的呀，那也是代表我的一份心意啊。是当时可能我那个礼物没有准备，但是我也是希望能挣点钱，能给你以后能够买更好的礼物。听明白了啊，女生纠结这个纪念日没过好，你觉得她不够用心，对吧？对，我感觉她很敷衍我。我给她准备了一块手表，但她就给我准备了一块蛋糕，还是生日快乐，就感觉她根本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们2个这一段感情。后面我就回了浙江，刚好在浙江，我姐姐也给我找了个稳定的工作。是跟她一起吗？我自己回去了。哦，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你就回浙江了？他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等我多存点钱，等后面给你买好点礼物。回去以后他就直接发了个朋友圈，就说我这个人比较冷落他了。然后你就回了浙江了。然后他就一气之下他走了，我就不知道他去哪了。你没跟他说我们分手？我没跟他说，当时我真的心很冷呢，我就想说我自己走了算了，谁知道后面他跟着屁颠屁颠又跑过来追我。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就因为他突然一下子就走了啊，我根本都找不到人。后面我是打了很多的电话，我是问我朋友找到他姐的联系方式啊，联系他姐，我才知道他跑到他姐那里去了。又从福建到浙江。然后当时我立马我就把东西一收拾，我就直接走了啊。像我根本没有管，我就直接过去找他。当我过去找他以后，给他打电话发信息，都没有回我。后面我又去他姐那里才找到他。哦，我也觉得。我大老远的跑到他姐家里面来，蹭吃蹭喝也不好。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也懂。后面我就出去找。等于你到了他姐姐家，你们俩就复合了是吧？不算复合，因为他只是说，关系是缓和了一点点。哦，还没复合呢。啊。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想给他以后一个未来。然后我当时我就去做工地，在工地里面上班嘛，可能每天那个比较累，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的时候，每天回来那个衣服都已经湿完了，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觉得我脏，难道不是吗？我好不容易下了班，然后我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你拖泥带水的你就走进来了。那不然呢？他就让我后面让我每天带一套衣服出去，干净的衣服啊，让我在外面把它澡洗了才能回家。如果说你不洗，就不让我回家。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后面跟我吵了几次，我也尊重他的选择。我说行，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啊，我很脏，那没事，我找一个干净整洁一点的工作嘛。后面我就选择去进厂，去厂里面上班，但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后面又不让我进了。为啥？因为他每天都在加班，1、2点钟才回家，有时候给他发信息问他回不回家吃饭，他也没有回。这不是在工厂吗？但你更应该明白，我在工厂里面上班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哦。他要是在生产线上的，他确实没时间。我们在工厂线上手机是不允许带的，而且我在面试那个工厂的时候，我都已经跟你说过，我可能有时候会回来的很晚。但是他就因为这个事情，他有一次他就直接把门反锁了。当天我回去，我已经晚上2点钟了，当时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当时我就想回家睡觉啊。结果呢，我敲了半天的门，他就是死活就是不开，而且我把隔壁都吵醒了。后面我敲了半天把他姐醒了，他说：“哎，你不是说今天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没有啊，我今天我上班，我不回来，我去哪里啊？”后面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又跟他商量，我说：“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时间啊可能太晚了，那我尊重你的选择，那我再换一个工作呗。”那我想让他换一个，就是每天能对自己身体好的，不用熬夜那些的。换什么了？我觉得那个外卖员挺好的啊。然后我又去跑外卖去了呀。但是送外卖啊，因为我当时我那个工作时间一般高峰期都是中午跟晚上。没错啊。但是他就非得要求我中午的时候必须陪他吃饭。那如果说我中午我不出去跑的话，但是他早上他不去，他每到中午饭他就跑出去了。对啊，外卖员不就是中午和晚餐的时候是高峰吗？但就是以前有个朋友，他也是跑外卖的，人家早上都出去，中午都可以陪他女朋友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他就不行？但我就想多挣点钱呢，能为我俩以后好一点。他就因为这样，然后后面我这个工作我又做不成了，我就在家里面，他又嫌我在家里面又碍事儿了，他自己又偷偷走了。
去哪儿了这次？第2天我早上我起来，我看人影又没了，我就问他姐，他姐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跟我去问他的去向吗？我说我到底怎么了呀？啊！他姐又把我俩的事情又拿出来说，我都听不下去了。后面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姐呀又对我直接跟我说，他说你莫在我家住了，我这里不欢迎你。如果说你这样还对我妹那样的话，我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俩在一起嘛。啊！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我都有时候很难堪的。后面我没办法，我只有打电话问我哪些朋友在浙江那边的，然后我就暂时先去他家住着。后面我又去问，我想知道他又去哪里了呀？我心里我是很担心的，因为她一个女孩子到处乱走，万一出现什么危险呢？去哪儿了？后面我就问了很多人啊，然后啊，突然我有个朋友刷了他的朋友圈，因为当时他已经把我朋友圈都屏蔽了，我根本找不到他。然后后面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他发的朋友圈不是去北京那边去了吗？后面我又让我朋友告诉他，我说我去北京找他了。如果说他不理我的话，那我可能就在北京迷路了。去了北京以后，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接了。接了以后，2个人又开始慢慢谈。我没有让你去啊，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去北京散散心，耍一耍。是我知道啊，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心想嘛，消费还有那些平常房租那些都很高，所以说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去找个工作，至少咱还有点收入，对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好不容易来到这里，难道你就不能陪我一下吗？本来就是啊，跟你在一起2年3年了，但是你都没有好好的陪过我。既然你来到北京找我了，那你就好好陪我耍一下。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如果说你要上班，那我就立马就走了。后面我没办法，我只有先陪着他。就这样，我2个耍了小半年。我前几年我挣的钱，我所有的积蓄，然后就在这小半年，我俩花的就所剩无几了。他就跟我说，咱俩回重庆好好稳定的生活，安心的工作啊。然后就这样，我就立马把他带回重庆，见了我父母，然后我也去他家，也见了他的父母，相互把这个事情定了，连婚纱照都拍了。然后他在重庆呢，也找了一个美容师这一块的，但是我没有上班，因为当时我心想吧，回了重庆以后，我想我先学个驾照吧，学了以后到时候后面我可以不管是跑网约车呀，或者滴滴啊，这样的话情况下，我每天我也有时间，你也知道我们2个都快要结婚了，是吧？现在你没上班，我也没有说什么，你就老是拿你考驾照来当幌子。我从我那边去你那边要2个多小时。有一次他让我去他那里吃饭，但是我过去了，饭也没做，菜也没炒。我过去我还给他炒菜做饭，我叫他吃饭，他干嘛？他在打游戏，反正跟他说话他也不说，反正就不理。然后让他洗个碗，他说等一下，一把游戏完了再说。但是你跟我说的是什么？你让我去挨这里跟你找一个近点的地方生活，难道这个就不能满足我吗？就你天天住在你哥家，你天天吃你哥的，喝你哥的，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呀。但是当时我自身的积蓄我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不可能说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还靠着你吧。我也是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学这个驾照。问题是你现在驾照还没考，连科目1还没考，我只是想让你在我那边住，我下班回来你可以给我做饭，让我吃个热饭，但是你不肯。他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说如果说你不来，我就直接回贵州了。哦，行，我想问几个问题哈。女生，你每次离开他走的时候都是怎么想的？是说我离开这个男人，还是跟他置气啊？当时我就觉得挺气的，然后就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走了。所以如果他要不去找你，你们的感情也就结束了，对不对？对。男生，你每次去找他，你烦不烦啊？因为2个人有时候吧，在一起久了，可能就舍不得，因为2个人之间可能就是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他每次就闹得很大，小小的矛盾，但我就只是想要那么一点点要求。我还想问哈，就是女生，你对男生的这种工作状态你满意吗？不满意，就比如说工地那些，我就感觉很危险的，我想让他换一份比较安全的工作。好，行，你们俩这个恋爱谈的主要是去旅行的是吧？你们俩谈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他那边说追就追去了是吧？然后女生觉得说翻脸就翻脸是吧？有没有想过，就是他要真不追你了，你会不会后悔这个走啊？说后悔的话，还是有一点后悔的。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你都特别有成就感吧？看又来了，看又来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想，把2个人的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你指的解决掉是指什么？要不就搬到你那儿跟你过小日子，要不然就分手，是吗？也不是这种吧。那是哪种？我只是想让他现在有个稳定的收入，然后不要天天打游戏啊。因为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走南闯北了，然后什么苦也跟他吃了，2个人都快要结婚的那种。就是双方都见了父母。主要是因为双方见了父母要结婚吧？你觉得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到了结婚那个时间了吗？你们俩能结婚吗？就这样？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应该不能。对呀，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应该如何规划未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感觉你们2个人的爱情经历可以写进爱情教训教科书。为什么？没有这么折腾的。你不停地跑，他不停地追，你认为他一定会来找你，对吧？因为他心中对你有爱。但你认为你这样的跑有道理吗？他的工作可能很辛苦，他的工作可能你认为可以更好，但是你也应该让他稳定下来，发展一下。你对他的工作人生有你自己的标准，但这种标准适不适合他呢？他做不做得到呢？你不能说他干一个工作，哎，你影响我生活了；干一个工作，影响我什么了？那你让他变得无所适从。所以你这样的不停地奔跑，还幸亏有一个人在不停地追赶。换了我，你逃2个，我绝对不会追第3个，没意义。1次赌气没有问题，2次、3次、5次、6次，你说你还是赌气吗？你这样的习惯谁能适应得了？所以他的痛苦，我还真的很同情。当然你也有错，在现女友面前敢去赞美前女友，这是在走爱情的钢丝，是不想好下去了。所以你们2个人的核心是心态出了问题，尤其是女生。我们对生活有时候讲知足常乐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生活的不易艰辛，知足常乐，我以最好的心态、最好的意志，我去面对就成了。我们人生就像坐公交车，有的人一上车就有座位，有的人要站到终站，但最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心情就好了，生活就幸福了，懂吗？谢谢伯宏兄。来，李总。小张，你真是我见过最傻的傻小子。你傻在2个方面啊。第一，你总是捡了芝麻，然后扔了西瓜，对吧？在上海好好的，就因为跟人家说前女友，最后删嘛也删了，对吧？人嘛也被整得到处跑，工作呢也没了。你说你是不是因小失大，对吧？到后来为了攒钱没给礼物，结果呢，攒的钱全被花光了吧？是不是？然后又跑又追，得不偿失啊！每次你看看啊，你都是为了那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你能不能适当的对他有点控制力啊？他比脱了线的风筝还厉害，而且他拖到哪儿你跑到哪儿，你被拽着都飞上天。你怎么样你也得为你自己、为你们俩的未来而着想，是吧？什么城市？什么工作单位，什么样的工种对你的未来是有发展的，适合你的特长，对不对？那你的人生才有希望。你傻乎乎的人生被牵着走，我的天哪！我看了你都觉得心疼啊，又心酸呐，然后又好笑，你真的是百折不挠。小姑娘，我想跟你说句话，你有没有想，你把她折磨成什么样了？你的任性不但把他的事业、他的工作打得七零八落，而且把他的心和他对你的感情也逐渐的打得七零八落。2个人之间的爱情不能透支啊！
你把他那么深的对你的爱反复的考验，反复的捶打，反复的透支，有一天他觉得没有了，他就离开了你。所以情感是要养，让他去生长的，不是像你这样过度的、过分的去挥霍的。如果你但凡还在意，我希望你好好珍惜。谢谢厉总。于老师，女生一上场啊就哭，然后在描述曾经发生过的往事，然后我也听到你说，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是这意思吗？那我问你，在这小事发生的过程当中，你的感觉是大呢还是小呢？小。如果小的话，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而且在描述的还是过去的事儿。我只是觉得你的情绪反应是比较大的，你的动作也比较大。两人吵架了或者意见不合了，你就换个城市。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或者你这个反应过程当中，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考验他的意思？对。好，那你已经考验了3年了，那你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现在有结论了吗？没有。为什么走？去哪里？考验到什么时候？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这个是我特别担心的。你的情感是反应过度的，在你内心当中有着极大的匮乏感，你非常在意男友对你的态度，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但对你来讲，你的反应是很大的。我特别提醒的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考验，因为你没有结果，这是你的模式。如果模式不变，那未来你还会依然延续这个模式，可能形式会有微调，但是你又一直这样下去，男朋友还能一直在追下去吗？现在已经很落魄了，工作没了，收入没了，山穷水尽了，而且在你们俩描述当中，哇，20多岁的恋情，我听起来非常的压抑，这哪是恋爱呀？如果你们都觉得这么辛苦，都这么委屈的话，那这个感情早晚也会透支没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不再去追你了。但我不知道你下一次还准备要考验谁，这是我提醒你的。那么男生呢，女朋友是一个没头的苍蝇，那你的头呢？你这样的方式叫盲从啊，叫纵容啊。如果你一直这样跟下去，你是跟不住他的。他未来还要变来变去，可能不是地方的变，是情绪上的变，是想法的变，是性格上的变，这一辈子都得牵着你。所以我们看问题不是在那个问题点上看，是看他的那个模板，模板错了，未来还会在他印刷的每个地方还会出现同样类似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你要有一个主见，俩都没主见，最后什么也不是。你就决定了，这次他再走我不去了，我按照我的方式来，他回来我们考虑考虑，最后能听你的。如果不行，那我也差不多该停下脚步，要打造你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这也给他一个提醒，要不然他就以为只要我走你就跟着，他还觉得这挺好呢。慢慢的他还找到了成就感，这就是一种纵容吧。所以停下脚步，看看他怎么走吧。我觉得这对你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个试探，好吧？好，谢谢于老师。米娜老师，在我看来，这3年你对他就是妨碍，你不但妨碍他，你也妨碍了自己。每一次从一个地方逃跑，看似是为了感情负气而跑，其实也还有对于自己失败的一次逃避。你所逃跑的每一个城市，你也没有干出什么像样子的工作来。也没有哪一份工作非你不可，没有哪一个岗位赏识你赏识的不行，也就是你在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可有可无，所以你跑了。他当然也被你妨碍了，成为了跟你一样的人。这3年他的履历一团糟，可能比不上跟你之前他还能存下一点钱。他跟着你的确像无头苍蝇，如果你还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由的随性的女子倒也算了，但偏偏你还欲求不满。你对于男朋友的要求太多了，
你要求他又能挣钱，但是你又要求他最好不要出门，因为每天你还最好希望他陪你吃饭，你还希望他晚上回来的时候不要脏，要体体面面，甚至你还需要他陪你吃完饭了以后陪你遛弯，最好他也不要有个人的时间，打游戏、踢足球这一些什么想都不要想，因为时间应该全给你。这样的男人，他又怎么能够在陪你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实践呢？你总是说我的小姐妹里头可能某一个男朋友都能陪自己的女朋友吃午餐，或者我想跟别人一样，下了班了以后能够一起散步、逛街、过日子。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有没有问问自己，你和那些小姐妹，你和那一些别人像吗？你有他们那么踏实的工作吗？你有他们那样少作一点，少闹一点，对人生负责一点，对男朋友负责一点，对每一份工作负责一点吗？如果你对生活都不负责，你凭什么要求生活能够给你丰厚的馈赠呢？你要的这么多，苦了这一个小伙儿，你看不起他的每一份工作，你看不起他的人生规划，他的人生仿佛只能为了你转。在这一段关系里头，你是起主导者的姑娘。如果你还要跟他在一起下去，你们主导的结果是回到贵州，你依然过不上你期待的生活。你可能可以谋生下来，但他如果希望能够攒点钱给你买礼物，他得工作，他工作就不能花时间陪你，你一定很快的又从贵州跑了。我劝你不要在这一段感情里头去想怎么控制男朋友，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有什么哪一份工作是能实现你的自我价值的，能让自个儿觉得这3年来我有一点长进了的。恋爱不是你们现在人生的必修课，怎么学会对自己负责任，对工作负责任，对他人负责任才是。谢谢米娜老师啊！哎呀，看着这个心里堵啊！这男生可以了，还要怎么样？去浙江工地干，嫌工地不好去工厂干，嫌工厂不好去干外卖，那还要怎么地啊？作为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那你还要让人怎么踏实呢？所以我也说你自不量力，没有能力就不要娶公主嘛。你娶一个跟你一起奋斗的、能够理解和体谅你的女人不就可以了吗？你非要跟她绑在一起干嘛呢？你就活你自己的世界，你就是传说那种作呀，你是作到了宇宙的边界上了，这就算作的最高境界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了：男人有闲没本事，男人有本事没闲。他怎么做都不对，你有什么呀，姑娘？这个太过分了！你是谁呀？凭什么这个世界以你为中心啊？啥也不说，就看着比较气愤。他不尊重他。对不起，我走了，我要去浙江了，我看不上你了，不要来找我。您说一声啊！对不起，我去福建了，你不要来找我了，我不爱你了，你跟你的前女友好。您说一声啊！对不起，我要去北京散个心，你在浙江好好的反省反省。您说一声啊！所以我问他，我说那个男生不找你怎么样？他来了一句：不找不找呗。这女生也没想好好谈恋爱，人就是还是一个游戏心态的。他要通过一场恋爱游历中国嘛？去吧，中国游完还有世界呢。别再折腾了啊！你们好好想想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们在一起3年了，也经历过坎坷，也一起吃过苦，甚至包括我想过我2个有个安定的生活，一起去为了以后的一个家庭去打拼。其实我这人我没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去贵州了，我就只希望我2个好好的安定。因为我也想过，你是真没志气啊！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笑，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起吃了很多苦，你们俩原本不用吃那么多苦，你们俩是没有困难要制造困难，没有苦难要制造苦难。这姑娘在这苦难里面很开心啊，她觉得那是恋爱呀。你还跟着傻呢，还不说再见呀？
你跟着他永远会吃苦，因为那个苦不是生活本身带给你们的，是这姑娘制造来的。您要还在上海，还在那个单位好好工作着，您现在得是领班了吧？您现在得是经理了吧？3年下来，您跟有更多的同事关系了吧？您现在有什么呀？哎呀，就好多人看不起，在一个单位，就像年轻人特多说，我一个单位不能干很久，恰恰忽视了，如果你在一个单位干得很久，你是干外卖的，可能今天你干了3年，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团队了，你都是一个包片的经理了。看到这儿，愈发觉得原来觉得女生问题大，现在男生问题也非常大。他也问题也很大，你然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山穷水尽，你考虑他，但你还考虑你的父母啊？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呢。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呀？我想过。你别跟我们说了，走吧，走吧。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看看这俩人有没有一个能清醒的啊？请开门。女方应该不出来呀，女方肯定是不出来的，就看男方吧。男孩醒悟了，哎呦，挺好，挺好，还特别好。对，太好了，我好担心这个小伙又出来追。对，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也明白了，她真的不是爱他，小伙子不出来特别好。今天女生其实答案有了嘛，我要回贵州嘛，我坚持我的模式嘛。小伙子因为最后告白的时候是说，求求你能不能留在重庆，不要回贵州，我们好好过日子。哎，这是一个太好的结果。下面这个题需要老师们有耐心的听，因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个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组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结婚都30多年了，我总是得不到他的肯定。我做点什么事，对我张口就是骂。开始我也理解他，身体有病，现在越来越过分了，我真是受不了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57岁，来自黑龙江无业，有请王先生，有请。孙女士56岁，来自黑龙江无业，有请孙女士，有请。欢迎2位哈，咱这结婚多少年啊38年。结婚38年了，呵，老夫老妻了。您今天是来控诉他的是吧？是的。这要控诉他什么呀？一个跟了你38年的女人，还有啥好控诉的呀？这不是上次打仗，他不伺候我跑了吗？哦，打仗他不伺候您跑了。呐。啊，我问妻子吧，为什么打仗啊？为什么跑啊？他说我跑了，他纯粹都是瞎话。哦，瞎话。我就是回来上我儿子这嘎达来待几天，散散心。我没有跑，我走了，问他因为啥我走的？啊，因为什么去儿子家的呀？因为我脾气不好。因为您脾气不好啊。就从他有病就心烦。您得的是什么病啊？脑梗。脑梗啊？梗3回了。都梗3回了。这运气算够好的了吧？梗了3回还能动，啊，肢体上还没问题是吧？手不好使。哦，手不好使。说话费劲。哦，说话费劲。您需不需要坐个凳子啊？不用。您如果需要的话，随时跟我们说哈，我们给您提供凳子。他不就一病人吗？您跟他较什么劲呢？跟他我倒是没有较劲啊。他来到儿子家，儿子孩子小，就是头4、5天的事儿吧，咱们说。啊。他吃饭呢，让我去给盛饭去，我就稍稍慢了一点，他啪摆盘子才摔地上，孩子正睡觉呢，给孩子吓得嗷嗷叫唤。完我就说他，我说你看你这脾气也太大了吧，你就不能板板你的脾气吗？咋说他还不爱亲你去？你再有病你也得体谅体谅，咱在孩子家，不像在自己家。您把东西都给推翻了？为啥呀？生气。为啥生气呀？我这人就是说不愿意听谁
说话，他要说话，我就来。他就心烦，我一说话他就心烦。他以前也是这脾气吗？他以前不的，就是从哪得这病了，他就是另一个人。哦，什么时候第一次梗的呀？第一次梗是头3年。3年前。对。后来怎么又梗了呢？回来，他还喝酒，我总劝他不让他喝，也不让他抽烟。啊。也说不听他。完了又进了医院，他得这3次病，我从来都没告诉我儿子，就我自己在家照顾他。都是您啊？就我自己。啊，我问问啊，您媳妇儿说3次脑梗都是人家照顾的？是的。照顾的好不？不好。啊？不好啊。听着伤心吧？伤心，他更伤心，太伤心了都。啊，都要哭了是吧？咋不好啊？他干啥太慢。大夫不让你喝酒，为什么你还喝酒？不让你抽烟，为什么你还抽烟啊？那记不了。记不了啊？那你不怕丢了命啊？不怕。这是真不讲理啊！那他照顾你照顾的不好是吧？不啊。您照顾他的时候，他会骂你吗？或者发脾气什么的？骂，总骂。搁医院，不管人多人少都骂我。他在那手就不好使了，头一次得，手不好使了，也不能拿筷子，我得喂他饭，喂他饭了，供上汤了，他也嫌我慢。有一次，啪一下把碗摔到地下了，崩的我可身都是那个汤脏兮兮的。晚上，给他翻身，给他大小便，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我晚上几乎都睡不几个点觉，白夜还得看他打点滴，一打6、7个点，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家里头其实就您一个人伺候着。对，就是我自己伺候。那您还有啥不知足的？再把老伴儿得罪了，他不照顾你了，你得罪他。他干活慢，我说他犟。哦，嫌他太慢，他说他又犟，跟您顶嘴是吗？对。啊，那您觉得谁照顾您好啊？您的家人来照顾行吗？不行。他的家人来照顾行吗？不行。就只能他是吗？还得他。哦，还得他。那您对人好点啊？您为什么没有通知家里的其他亲戚来搭把手呢？我的姐姐都70来岁了，所以没有人，孩子都离得还远，就我自己照顾他。我们俩结婚不到1个月时候，他就自己出去打工。我们俩属于白手起家，也没有老人，他也没有父母，我就有个母亲，我这2个儿子都是我自己在家带，都是我自己在家照顾。所以这个杨光这些年我就没掏出他的好，总说我的不是。这个老伴儿对你以前好不好啊？以前好，能干钱好，现在不能挣钱了，他不给我钱。他老说他不能挣钱，他自己有那压力。他老说我寻思他不能挣钱了，我就看不好他了。对。并我没有那个想法，我一丁点那个想法都没有。但是他刚才还说了一句话，说您不给他钱花是什么意思呀？不给他钱花，我就控制他装酒啊、抽烟呐。不给他钱，他就买烟吗？人家大夫不让他抽烟，就在这上我控制。年轻前他花钱，我根本就不控制他。是不是就是生病之后才管你钱啊？以前他也管钱，我挣多少钱都给他。你挣多少钱都给他？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我得让他回去伺候我去。回家伺候你去，给我做饭、洗衣服啊。给你做饭、洗衣服，那为什么要给你做饭、洗衣服呢？为什么要伺候你呢？我年轻挣钱都给他了，到我不能干了，他不伺候我，谁伺候我？那你觉得你错了吗？我也有错。啥错呀？脾气不好。那你跟人说过对不起吗？没有。那能不能说呀？能。我还以为你不能呢，还愣着一个老小孩。我跟他俩结婚38年，我47岁开始跟他出外边打工，什么给人家养猪啊、养鸡呀、养鹅呀，就说最近吧，我给人家养羊，就因为啥？我俩这是10月5号那天，他非得让他兄弟开车去接他，我就不同意让他兄弟开车去接，他打电话让接我，偷着打电话不让我们小叔子去接我。我说的老五啊，你别来接你3哥，差个砖窖没砌完，那几天天天下雨，挖沟机来不了，挖不了坑，所以砌不了。
我就劝他，我说的咱俩给那个专教气完，咱俩再走。他说啥也不行。他1年不挖坑，我还等他1年。说啥也不行，完他就给他兄弟打电话，你来不来接我啊？你要不来接我，你就没有我这个哥哥，我也没有你这个弟弟。他兄弟一看到三哥急眼了，他说三哥不是我不去接你去，是我三嫂打电话不让我接你去。他就一听实情了，晚上是6点多钟，打完电话听实情就进屋开骂，一直骂到11点多，完又摔东西，给我这眼眶子都碰青了。这我一看不行啊，给我们小叔打电话吧，赶紧来接了吧，不接也不行啊。就让我们小叔的开车晚上12点半到的羊场。就是说，实际上面他现在想干嘛就得干嘛，对，是吧？他想你们要是稍微不满足他，或者说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整个就开始发脾气。对对对，就对所有人特别暴躁。对对对，这应该算是一个后遗症吧？一会儿我们听于老师给分析分析啊。以后脾气能好点不？没戏。能啊，我看您不能。您这不还是急赤白脸的要带人回家吗？我们今天能劝他不跟您过了吗？别的呀，别的您还对人那么不好啊？我脾气不好，我知道。他从年轻他就脾气不好，这突然有病脾气更不好。是。其实你说这让我们说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见证的就是一段爱情嘛，不离不弃嘛。可能对大姐来说生活有点不公平，是吧？您得听听老师们的话，要不然以后老婆今天不跑，迟早会跑，行吗？行。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从小于老师开始啊，因为这里面有个专业问题，我会发现，脑梗过的人好像情绪波动都非常大，这个算不算后遗症的一部分？算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情绪，包括我们心里的认知、看法、观点，其实都是源于大脑。我们说心理，但实际上是大脑。那么大脑脑梗是因为缺血病变，所以它会影响到大脑的正常功能。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神经系统病变伴发的精神障碍。这精神障碍有什么幻觉啊、妄想啊，那要比这严重的多了。就最轻的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像人格改变呐、情绪不稳定啊、失眠呐，这是非常常见的事儿。对，所以我就发现我母亲梗了之后就是这样。第一是她特别容易哭，没错。第二，过去她对人特别好，现在她变得对人有点苛责，对的。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用常规的那种视角去说，你咋这样？那因为它是病的一个表现。那当然，阿姨听完这个以后呢，您心里边就稍微舒服一点。它可能不是针对您怎么样，它是一个病的表达。你比如说前2天我去这个我们天津的一个环湖医院，是神经科医院，一个朋友他就脑梗了，然后呢恢复还不错，我去了，见着我以后就哭，然后那个家属就跟我讲，他说他现在见谁都哭，情绪特别容易激动，那就大概他是什么呢？就是他得病以后的这个并发症。那么刚才我也听到说，他从得病以后，这脾气变得更不好了，对吧？对。这个情绪比较敏感，容易发火。他刚才也说了，他自个儿就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不对？就没什么事儿自己也不顺眼，他就很难以去控制住。那从这个方法上来讲的话呢，我给几个方法，当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呢，你跟他讲道理意义不是很大。当然了，这个我也讲说，您不要说您发脾气是因为您老伴儿造成的，是因为您的病造成的，所以您还得要调整一下，因为您目前还没那么严重，好吧？这是其一。第二呢，这个情绪是不能压抑的，要表达出来。比如说，带他晨起锻炼就喊2嗓子，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带他去运动锻炼。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呢，比如说散步稍微快点走因为现在恢复还不错，那么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那么还可以什么呢？让他多听一点这种舒缓的轻音乐，就我们叫做音乐疗法，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方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特别提醒，因为这个疾病呢，脑梗呢，它有3次了，所以您要记住这个3次咱就别再发生第4次了，这个非常是重要的事儿。那么得病呢，我听到是您抽烟喝酒，这是高危因素，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可能也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
环节，比如说您的脾气不好，看不顺眼呐、想不通啊，心理上的不通和脑梗的不通其实都是不通，所以您生气呀、发脾气呀，它实际上会容易导致您的这个脑梗的再发生。所以从生命角度来讲，您还真得注意，好吧？这是我给您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我稍微多分享一点，我觉得今天，阿姨过来给我们上了一课哈。不管怎么样，一路走下来，这个婚姻到这个时候，不知道另外的一半在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病，可能是躯体的疾病，也可能是伴随着这样发脾气的这个状态。但是不离不弃，依然能够去照顾他。我们的爱情如果能够走到这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也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到这时候不离不弃，就是很好的一个典范啊！我就先说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夫妻走在一起38年，这是天大的缘分。你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要成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是多少吗？科学家有数字，是50亿分之一，50亿呀！尤其是在你遭遇病痛，妻子不离不弃，把你照顾得这么好，你刚才说他照顾得不好，照顾得不好，3次脑梗有你这样的状态的吗？你的老伴不但照料你、照顾你，还要被你骂，你经常生别人的气，气坏的是自己，而且有些气你真的没有道理。照顾当中，她一个女性很累的、很烦的，慢一点表达一下情绪就可以了，不能这么大的生气，真的要气坏自己的。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另外，就像于老师说的，大哥他是个病人，3次脑梗，这个真的能有今天状况，你的功劳。但是，因为他是病人，又是你最亲的人，我们对他多包容一点、谦让一点、忍让一点，没有办法。我也明白。他现在骂我，我都不吱声。对，我都不吱声。这是对的。骂我，我不吱声。你的妻子了不起，因为是最亲的人，我们忍了，我们受了，但是我们也要为他好。我认为你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做一件事情，不管他发怎么大的脾气，酒烟必须戒。喝酒的血不行，还正常呢。你不行了，你不能喝了。如果爱他，戒酒戒烟，联合你儿子形成共同体，好不好？王老爷子啊，我想跟你讲2个道理。第一呢，记得有一次我问我爷爷，爷爷你怎么样啊？他也跟叔叔一样，说话呢不是那么利索了。他说现在不帅了，脸有点歪了。然后我说那你身体还好吗？他说幸好奶奶照顾得好啊，要不是奶奶呀，我都过不来了，都不能跟你接电话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每一次跟我爷爷通电话的时候，即使我还没有问到奶奶，他都会在一边在夸他，哪怕是再小的，比如我说爷爷你怎么又梗了，你吓到我们了。他说没办法呀，奶奶做的汤太好喝了，我贪嘴多喝了几碗，油了点，我以后改。就是他会在无时无刻的找机会去夸他老婆。可能在生活里头，让叔叔去对阿姨说：“老婆，谢谢你，你今天照顾我了，你今天对我好。”你觉得有点说不出口。但是当我们问询您的时候，当别人问到您的病情的时候，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关心您的时候，您都可以顺带着夸一下阿姨。其实这都是阿姨做的。没有阿姨，没有现在您的健康；没有阿姨，您这几次也不是这么顺利能扛得过来。没有阿姨，你不会这么好。如果你能够把这一些话挂在嘴上，让她听到，可能阿姨都不会这么伤心。阿姨从上场到现在都没笑过，整个人其实特别的压抑。压抑一方面因为老伴儿不知道哪一天又梗了，担惊受怕；另一方面出了力总也不落好，这一个人还看不到你一丁点好。他仿佛觉得自己是累赘，但你在他身边待的
这么久，照顾他这么久，从他嘴里听上来，仿佛有你没你无所谓。对。所以您才跑了。阿姨是气了，叔叔，咱以后能改改不？嘴上能说点甜言蜜语。能改，说话费劲，再说就喊了，人家就真的喊了。哎，您笑着说就一切都好了。来声。阿姨都说了，您有的时候会骂他，如果说话费劲的话，您怎么还骂得了人呢？骂人快，骂人可快了。所以下一次想发脾气、想骂他的时候，您就想一下我们这个舞台，提醒自己，笑一下，然后憋住不骂，说一些甜蜜一点的话，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的关系稍微能够改变一点。对于阿姨来讲，可能您面对她就像面对一个1岁到2岁的这样的一个婴孩啊，交流又不太能交流，脾气却还不小。但是您拉扯大几个孩子的时候，您从来没有会因为他们1、2岁的时候不懂得交流、乱发脾气，而就把他们扔了不管了，对不对？你也不会因为他们任性，想吃糖就吃糖，无限制的给他们糖，对不对？所以就像当初对孩子一样的对他耐心一点。38年到现在，确实我们都希望看着你们甜蜜，给的更多的其实是祝福吧。我觉得对于阿姨来说，您就是调节一下自己心里的这一个状态。对。然后对于叔叔，您真的要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话。记少骂人，少喝酒，少抽烟，多微笑，夸老伴，好不好？好。谢谢米娜老师啊。为了自己后半辈子好过一点，该忍的得忍。你万一再喝再抽，你有天就这样了，你怎么办？你难不难受？你现在还能走，可能有一天瘫在床上，动都动不了了。你愿意这样吗？不愿意。那你就得戒呀，你这得主动的去减量啊，别再那么肆意妄为了，听见了吗？行。自己要保重身体。这个时候我们能跟您说的就是自己要保重身体，您的心情一定要舒畅。有时候他太气你了，你就去儿子家待2天，跟他说一下，老头子我出去散2天心，我再回来。其实我们知道照顾这样的病人不容易，挺难的。这不就是38年的情分吗？这不就是38年的爱吗？你一会儿当着我们这么多人说个感谢，说点甜言蜜语，行吗？行。真行啊，真行啊！来，咱们一起进入真情流水。老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你辛苦了。这些年我也跟你不离不弃，可讲话了，我真的也是给你扔下，所以我还是爱你的。不爱你不能走到现在。你爱不爱人家说呀？我也爱你。可讲话，头一回听说你爱我，这些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你爱我，从来你没说过这么好听的话。我脾气不好吗？脾气不好我也能原谅你，以后了，自己把那点少骂人，有事就想着开心的事，别顶吧总生气。我也不招你也不惹你的，你自己总生气。行不？行。您就不用再进去了啊，反正你肯定会出来。您请回。进去又费体力，对吧？反正还得出来，就看人家什么态度嘛，要不要原谅嘛。来，请关门。您这站着不累吧？不累。现在还能干点活？能干。真不错，这身体真好。就说话不行。就说话不行，说话不行，骂人行是吧？刚才我忘记跟您这个老伴儿说那么一句话了，你还能骂人，就说明挺好的，说明你那功能区在恢复，真的，你恢复还能骂挺好。你骂别人去，别骂他行吗？你骂骂你们家的树，骂骂你们家的猪，骂骂你们家的鹅，骂骂你们家的鸭，就是别骂你老婆，这事儿行吗？行。哎，对，好好对他。他刚才说一辈子都没听过你说我爱你是吧？一会儿来多说几遍，这能做到吗？
能。哦，能啊，太不容易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阿姨还要不要他啊？请开门。老公，我爱你。这些年总骂我，我也没挑，我也没往心里去。对不起，从今以后脾气改了一点吧。来，咱站在中间啊。刚才让您多说，你也没说，一会儿说啊。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一对38年婚龄的老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看着他说，看着老伴儿说，大哥，抱着，辛苦了，抱着，我对不起你了。从今以后脾气改了点，比啥都强啊。改。尽量的酒少喝点。对，少喝。尽量能忌就忌他，就别喝了。这样的话以后再犯病怎么整？再犯病还得我自己照顾你，别人没人照顾你。哎呀，请亮灯。本来就想请您回去了，在这儿跟您说一句，也跟很多这个家里面有类似情况的这个阿姨们交代一句，啊，有一句话是不能说的，别说你别再喝酒了，你再喝酒了就没人照顾你，就是他会很害怕的，只告诉他喝酒会让他自己站不起来，很难受就行了。您这么一说话呀，就好像你要抛他而去一样，这心里你看又不高兴了，是不是？很敏感的啊，这个就是工作要做到，话还得说到，确实挺难的，也辛苦您啊。谢谢了。好好照顾，啊，能少喝点不？能。啊，能。能少抽点不？能。行，谢谢两位，请回，祝你们幸福啊。回吧，这才叫感慨万千呢，啊，3次脑梗，能这样，生命力多么的顽强，38年的磕磕绊绊一路就这么过来，到今天你说最后2个人相拥而泣，或者相拥而笑，或者相拥无语的时候，那38年的情全都含在其中了。其实你用心去体会。这大概才是最幸福的生活，因为它踏实，它实在。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婚礼的前一天，我妈妈让我们离婚，原因呢是在老家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老公不愿意跟着我回去，感觉工资低。他是大学老师，工资比较稳定。婚礼前一天闹得家里快打起来了，第2天婚礼没办，去领了离婚证。我现在特别后悔当初没站出来反抗。老公现在不理我了，我想挽回特别难，请问能帮助我吗？婚礼的前一天，你妈妈提出让你回老家工作，这不就是有意的在阻碍你们的婚姻吗？所以可能你妈妈从一开始就不太同意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你当时既然选择妥协，选择接受了妈妈的建议，而放弃了自己的老公，也就等于你放弃了你们的感情。所以现在挽回还有什么意义吗？要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